你帮我看看这块银元是铜还是银？哦，我拿着去加工手镯去了，别人竟然说银子不纯，拒绝给我加工。银元的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不是租银。我看你这是一块将才了8年啊，这回回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来，我走着。你不知道啊？俺有人说过去的银子纯，给孩子加工手镯带上健康。再说银子也不值啥钱。银子确实是不值啥钱，但是你这是一块完好无损的银元，它都不一样了。更何况还是一块少见了8年，虽然说评级啊没给分，但是是一块好板好包浆。你看它这个包浆是属于百年一遇的匠红彩，而且板别啊是一块缺口槽开口中。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带上健康，恐怕这好像没啥依据吧？咋会没有依据嘞？啊，过去的老银子都是纯的呀。哦，人称雪花银。哦，做出来的手镯孩子越戴越亮。你们可能理解有错误，这种银元它可不是雪花银，它是9银1铜，含银量只有89%。雪花银啊，是指银子含银量纯，白的看起来像雪花一样白。过去的雪花银只有那种碎银子，或者是那种10两、50两的银锭，那才是雪花银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是遇到这个师傅，也不行啊。他说我的银元不纯，建议我给他换成成品。他这个建议比较省事儿。你知道银元的含银量不纯，纯手工加工起来啊难度比较大，建议给你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一，不用使劲去加工了；第二，换成品的话，他也能从中赚点，因为你这个8年状态确实不错。反正这个银元也不是我的哦，刚开始我以为银元是假的呢，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利润啊。那如果只是单单的20多颗银子，肯定是不值钱的。但是你这个银元状态确实不错，非但不假，而且我没想到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凭借我的聪明才智赚到了7位数。你看看这个银元能给几百万吧？你这个确实是上百万的币种，像这种出玉璞的军阀币啊，搁平时是非常少见的。这和你大学生的身份有啥关系嘞？这关系可大了，这就是在我们学校旁边跳蚤市场淘的。为了买这块银元，我也做了大量的查询工作。那听你这样一说，那只能说你对银元不懂。一般像这种高端的军阀币啊，你在跳蚤市场买的话，那风险性很大呀。你想想，那跳蚤市场大多数都是卖那种二手东西，你这连真假都看不懂，
做那种大量的查阅工作，这有啥用啊？这用处还不小嘞，我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这4位数1000块钱买回来的音源，一下子能值好几百万嘞。那是真币的话，它肯定能值几百万。4位数1000块钱能买到了音源啊，现在也只有袁大头、好品样的孙小头，就像之类常见的这种音源啊。而你这个楚玉璞军阀币状态也并不差，那你这1000块钱买到几百万的币，算是捡超级大漏啊！对，说实话，我都没有想到这捡大漏会那么容易。查询是一部分，真假含银量又是一部分。扫描仪扫出来了是银嘞。你不用扫描仪扫，一眼也能看出来它就是银嘞，因为银色和其他颜色不一样。但是银子并不代表它就是老货。你像过去的老银元，必须得是从我们老百姓家里边出来的东西，所以捡漏很难，捡大漏啊，它更难。你还真别说，这块银元还真是出自我们老百姓家里面，从地地道道的70岁老大爷手里面收过来的。现在有很多时候啊，都是人心隔肚皮。经常有人说坏人变老了，你可不要天真的认为从老年人手里边买了东西就能捡大漏。如果真值几百万的话，他也不可能随随便便1000块钱买。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几个意思？我想着咱们离得近，反正我捡漏捡来了，想让你多赚点，你看看能给我多少吧？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看着你这块银元很别扭，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银元是银的，它并不代表是老了。你看这个军阀币，它发行于民国16年，距今将近100年的时间了。说到楚玉璞这个人啊，很多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是属于奉系军阀之一吧，名气也不算太大。当初他这个铸造这个军阀币的数量并不多，所以从现存的存世量上来看，比其他军阀币少之又少。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收藏来说啊，可谓是一币难求，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而你这个很明显不行，你说放100年这个左右的银元，这币面包浆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吧？币面很不开门，尤其是它这个币面压力，这都跟闹着玩似的。还是来看它这个边齿吧，这边齿没有一丁点的变化，我看你这个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恐怕你这也入不了皮盒，很难卖出你说的几百万的价格。你说的恐怕也是危言耸听了。我为什么要去入皮盒嘞？那么好的银元，只要遇到识货的人买不就行了吗？你不入皮盒，你上哪去遇到那种识货的人呢？你像上几百万的银元，也只有入皮盒才会有人去掏钱买，因为皮盒这个评级啊，市场比较认可，它这种认可度啊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只是咱国内的玩家，你只有入皮盒，对吧？它有分儿，你哪个国家来，它都可以过来拍啊。我告诉你，我这块楚玉璞银元还真不愁卖，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给我出到700万了。有人给你出多少钱，和你到手多少钱，这还真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这个是真币啊，我也愿意给你出到700万。可关键是我这拿上手一看，它现在不值700万啊。像这种真银假币，现在市场价也就是一个银价100-200块钱嘛。你得了吧，我感觉你开价，肯定会出啥幺蛾子。我好不容易捡那么大漏，怎么可能会赔钱卖给你嘞？没事，给你再转转，你找其他人再问，多转转行情吧。我这有2个银钉子啊，俺兄弟俩分家的，你帮我看看这到底哪个好，哪个好我要哪一个。哎呀，我看你这俩银钉子大小都一样啊，上面的刺口也一样，这就像一个模具的刻出来了，这有啥可挑的呀？区别大吧？你看这俩颜色都不一样，我怀疑啊，含银量绝对有区别。况且我去今天称过，一个重一个轻。你这俩都是适量的钉子，因为它们都是人工做出来的，这个重量有些偏差很正常。你包括外边的颜色不同，这纯粹啊就是它的包浆。说实话，一模一样的钉子一起出现俩，我还倒是第一次见。你这俩还都是官钉啊？一模一样不好吗？这样分家的时候好分。我用电子称过。这个白的比这个黑的重好几百克嘞。重好几百克真不至于。你这一个钉子才300多克而已，经典的电子秤啊，它精确到0.01，你可能连后边的0.0几当成百位数了。我这拖着重量，其实重量都差不多。再说银子价钱也不贵啊，轻点重点无所谓吧。
你说的倒轻巧，你不知道，亲兄弟明算账吗？对，那1分钱1毫都得算得清清楚楚，更何况银子几百块钱一颗了呀！你拉倒吧，银子哪有那贵啊？这连国际大盘价突的往上涨一颗，对吧？也就7块钱。你现在就把它当黄金了吧？再说银锭它也不按银价算，这完全是看品相了呀。那你都好好给我看看品相吧。我的目的很简单，都是哪个贵，我要哪一个，主打一个赚便宜。赚便宜，估计这赚起来有点难，因为你这俩银锭大小、字口、状态，这都相差无几。你就像那种袁大头一样，通货都一个价，更何况这俩银锭真假，你这还不知道了呀？你咋这么说话呢？这100%是假传的呀，真假无有。你想想。俺老太爷也不能拿这个东西忽悠他的子孙后代吧？忽悠谈不上，因为这俩好歹也是银子的，因为你这俩银锭大部分都是古玩街上的东西，有可能他之前买的，你看这顶面上这都有包浆了，你放到现在说实话也不会赔钱。你说这是啥意思嘞？大概价值你来帮我估一下吧。我这好歹涉及到分家来。那行吧，我给你简单的帮你估一下价。首先你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要想着他们能值多少钱，你只有正儿八经的银锭才能卖得上价钱。一般像这种银锭，它不像银元一模一样的太少了，而你这俩锭子它又不是一般的，你像我们常见的都是单排上锭，你看你这个3排，属于3排官锭，镂款也特别清晰。基本上银锭贵贱主要是看它的字口，字口越轻，字越多，价值也就越高。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这俩银锭是极品了。如果真值钱了，我得找机会给俺弟哄过来呀。你不要动这方面的邪念了，分家讲究一碗水端平，再贵你也不要有这种想法。光看你这字口你看一下，这就掉底了。你看这可不是过去的锭子典型的电脑体，包浆都养出来了，但是实物它并不老。细看一下它们的蜂窝，虽说这俩蜂窝不一样，但是这蜂窝看上去很不自然。材质确实是银子，但可惜目前来看就是一个银价而已。两个加在一块700-800颗呗，5、6千到顶了。难道一块就值3000吗？对，你不是耍我的吧？没有，我刚开始还在意多一颗少一颗嘞。多一颗少一颗其实无所谓，因为银子便宜，所以刚才我都劝你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再说了，你这银锭不对，对的话一个人确实能分个2-3万。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俩银锭一模一样，太搞笑了。你还是回去问问那老太爷，这到底搁哪来的？问啥呀？俺老太爷都不在了，我感觉你看的都不准。那你另请高明吧。俺媳妇这是拿我当傻子糊弄了吧？咋来？我结婚给她下6万6的彩礼，她却给我带回来一块破银元当陪嫁。我看你这个不是恭贺就是飞龙，这银元可不一般搁平时没有几万块钱还真买不来。我先看看啥了吧。你少忽悠我，对银元不懂。我家里边都有2块，我看了一清二楚。这在过去都是1块钱。确实，在过去他们的面值这都是1元，但是他们的存世量相差天壤之别我看你这媳妇这个是原相恭贺，虽说评级没给分，但是这笔面状态确实漂亮。但是反观你这2块大小头，手相品相并不太好，价值的话相差也巨大。你先不要贬低我的银元，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二婚。本来我不想给俺媳妇拿彩礼来，他说准备买5斤，不然不会给6万6。说实话，现在二婚并不比头婚省钱因为年龄越大，考虑的事情也就越多。比如说咱们当地的彩礼6万6，给你要的并不多，你就知足吧。至于为什么没有买5斤，很有可能是现在的金价比较贵。反正我感觉你这个恭贺不错。有啥不错的？这银元也就是20多颗银子。6万6，他准备当黄金过也不行20多颗黄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20多颗黄金现在涨那么多，确实也就1-2万块钱吧。但是银元可不是按银价算的你按银价算的话，20多颗银子也就100多块钱。就你这2块大小头，给你200-300的话，恐怕你也不卖吧？我肯定不卖银子再便宜我也不能200-300卖那对，我的意思是他这个银元就只比我带的多了一个盒子。这哪是一个盒子的区别？PC 的盒子，就你这个恭贺而言，光评级费就得小千把了。你看人家恭贺这品相，
和你这2块裸臂，它就不在一个档次。你这小头说实话还好一点，这个大头它就伤痕累累了。同样是银子，他们3个的价格区别很大。我觉得区别不应该大。我好像听我岳父说是抵账抵过来了。我岳父拿我的钱花，你看是不是能值多少？哎，无论恁岳父是哪来的，首先这个共和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你现在无论在哪，这个共和它都有一定的价格，因为原样共和它是军阀币，首先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它不像这种大小头，一下子发行几亿枚，对吧？所以说他们的面值都是1元，但是像你这种军阀币在过去能接触到的人并不多，所以平时在市面上很难遇到这种军阀币。如果换作是一块飞龙的话，也就是后边不带共和，就更贵了。皮革你看给的是 XF97，XF 就是流通过的美品，97就代表壁面有褒奖。因为原样共和发行量并不大，所以你细看它这壁面都是全身打，壁面除了带点原味的褒奖之外，我看不到有任何缺点。毫不夸张的给你估价的话，目前市场价应该在10万左右，一块10来万。对，这价格确实挺让我意外的，500件就行了。没想到10来年没打定银元的价格，我这2块钱也能值几万个一个。飞呀！你这俩大小头，就刚才我说的，和你这个原样共和，区别巨大。因为你这大小头太常见了，大头品相你可以看一下，伤痕累累；小头还稍微好一些，壁面带光，你看还是一块出头元，2块大概价值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吧。你这价钱也太保守了吧？应该是你看我不太懂。没有1000多块钱我肯定是不卖。我媳妇这块银元超出了我的预想。超出你的预想就对了。你像我们普通人对常见的银元行情都不懂，更别说这种军阀币了，本身平时也不常见，自然对这个共和的价格懂的也不多。这个共和不错，拿这个当嫁妆太有意义了，随时急用钱可以变现，越放以后越有惊喜。那应该是我看吃眼了。我还趁着俺媳妇没回来我赶紧拿回去。对，谢谢你啊，老板。没事啊。来，老板，你看俺媳妇家转的10块老银元。我上网一查，居然10万一枚，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出点钱？这还真给你出不了。我看你这都是常见的袁大头蘸人，这壁面除了老褒奖、老味道之外，这并不是说一块能值10万的币种啊。刚开始说那10万一个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俺老大人说像这种银元他们村儿找不来第二家。那说实话，现在农村有银元的确实不多，尤其是像你这几块银元贵就贵在它这个褒奖上。你看这壁面，这都是带老彩的，3年、9年、10年，还有占人，这都是普通的年份。这种带老彩的虽说是比普通的贵点，但是也不至于说一块能顶到10万。你休想忽悠我我按照专家的讲解，我仔细也对比了我发现这几块银元长得还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太正常了。你像袁大头他发行的这几个年份中3、8、9、10 4个年份中，他这个原样设计都不一样。你仔细来做一下对比，你看他这个肩章，包括他这个衣领、头发，还有这个胡须，这包括上面的字体，这多少都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模具做出来的，所以这个长得不一样，他也不是值10万的这个理由反正我也是小白你说的不一样那就不一样吧。我这几块银元举世无双你想给我找一模一样的就找不来。那你说这话我还真不抬杠，因为这些银元壁面时间长了都有褒奖，每一块银元的褒奖它都是不可复制的。即使恁家同时放10块银元，你仔细对比一下他们的褒奖，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并不是说一模一样的就贵，银元能值多少钱主要是还是看它的这个版跟它这个存世量了。你也别墨迹那么多了。我找个专家问值10万找第二个专家问还是10万这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具体你找了啥专家我不清楚，但是他把这种老彩普通年份的银元给你报10万一枚，这很明显就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了，你可别当真多给我钱也不好吗？那总比你这挑三拣四的好反正我前有事后有路你一块能给我多少钱吗？那我就负责任的给你讲一下，像你这几块袁大头还有传样，还有占人，这都是属于旷世精品，平时极其罕见，
尤其是它的包浆举世无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绝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古玩，从来没见过如此漂亮的银元。而你一个人一下子进来还有10枚，就冲你这状态，一块10万块钱，给你100万。网上专家是不是这样跟你交流的？差不多吧。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们也就是聊正常的聊天儿。如果我有时间，我还专门还给我报销路费的。这报不报销路费另外一说，就单说一块给你报到10万，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话术啊，对吧？你绝对也不会说到你心里边去。一块普通年份的袁大头给你报到10万，这本身啊，它就是一个笑话。我看你也是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啊，不应该很保守。袁大头里边最贵的其实是8年，8年最贵的板，加上你这么好的老材，大不了卖个1、2万不得了。而你这都是常见的年份，也没啥板，只不过是背面带点老材，仅此而已。你找10家正儿八经干生意的，他价钱一块，他绝对也不会超过1500啊。我看你报这价格很低。人家专家都说了。我就是绕世界转一圈，他给我的价格还是最高的。那确实10万的价格，那足以那惊掉人的下巴。你事出方丈病于腰，你不妨你打开手机搜一下专家报高价的这个骗局。你想想，这银元距今也都80年而已，正儿八经过去的流通货币，咋可能会值那么多钱嘞？值不了那么多。过去的银元有值钱的，你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怎么看，我这几元，都得100多万的银元。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就没啥话可说了。我希望你啊，多去这个实体店多走走，多问问价，不要一味的相信网上专家的话，因为你这个银元太常见了，存世量比较大。如果大家都说不值10万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反思一下，为什么给你报10万一块吧？给你这还拿着吧。我反思啥呀？我感觉你都想黑我的银元。那你还拿着，白卖了。俺婆婆送给我2块银元，我咋看咋样假嘞。你说这银元它不应该是白色的吗？这咋看着像灰不溜秋嘞？但凡是过去的老银元啊，它都不可能是那种纯白色，灰不溜秋啊，有可能是它的包浆。来，我看啥来。反正我看着挺别扭的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说来向你求证一下，别是假的就行了。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这2块银元真假完全没啥问题啊，品相状态这都很一般嘛。你像这外边的包浆，这也没啥问题啊，只要不假就行啊。求证真假，我只是第一步。我真没有想到这2块银元会这么值钱，一下子100多万嘛。100多万不太现实啊。我看你这俩都是常见的甲辰龙，甲辰是江南龙里边发行量最多的一个年份，而且你这虽说有包浆，但是品相很一般，你即使是那种无纪年，就这俩品相，它也不可能卖到上百万的价格啊。我刚开始也认为它不值钱，谁知道我在我这1万多人的公司里，竟然一个人放都没有这种银元，物稀为贵呀。1万人的公司，这可说明不了啥，别人没有不一定他就值钱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做的调查，可能是赶巧了。你不可能1万人的公司里边连1块银元都没有啊！你这话说出来，估计没人相信。这有啥不相信的呀？这1万人里边还没有像我这样的，有的都是那种便宜的袁大头，要么是铜板。对，我们个人家里边都是那种铜钱铜板啊，就相当于是过去的这个零钱，而袁大头就是民国那时候发行的。而你这种江南甲辰啊，它是江南造币厂做出来的。你像过去的江南，相当于是现在的安徽、江苏2个省，包括上海，还有这个大范围的其他地方。但是甲辰龙太常见了。你光说常见，平时不懂呢。我还以为一个银子价呢。关键是有人已经给我出过100多万价了。这个就你这俩能给你出100万的价，那就不用想，也知道是网上那些专家瞎忽悠你了。你这可别当真，说实话。我就当真了。既然你说是真的，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他给我开玩笑呢。你看看能给多少吧？银元真假啊，是没啥问题，就是不值100万。这个江南币啊，一共发行了8个有纪年，一个无纪年。你看年份最少的是那种无纪年，因为当时无纪年就发行了几个月，所以存世量少。量大嘞就是这种甲辰。甲辰里边最贵的呀，不是你这种品相。首先当属那种远光币，远光币就是那种未流通的状态，然后品相越好，价格也就越高。你这2个
然后我看这个状态也就算是通过吧，通过咋说啊？龙阳其实最主要还是看它的龙鳞，我看一下你这2块龙鳞，哎，你这2块龙鳞还行吧，因为这个通货啊，基本上都是有所磨损，就你这2个状态，我给你估价的话，也就2000多块钱，2个也就4000多。2000多一个，对，你可别给我开玩笑了，人家一起给我100多万了，对，你们这价格比着这错也太多了吧？还是那句话，江南北里边啊，最贵的是无纪年，无纪年，即使是你这个状态，也不可能过100万，哎，之所以别人给你出100多万，完全是看你不懂，给你瞎忽悠。你像网上的专家，他们都是报高价，后续收你的各种费用，所以说你要当心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骗局，又没有要我多少钱，人家也是卖了银元才分我的钱，我感觉不吃啥亏。哎呀，不收你多少钱，那就说明他已经收了你的钱了。人家挣的就是你的一些手续费，包括鉴定费、拍卖费啊，100多万他也给你卖不出去。既然这东西卖不出去，咋分你的钱呢？所以说人家挣的就是你的一些小钱，可能几百，可能几千。算了，我感觉你也不是诚心的，我还是找别的那个卖家去。行，你再转转也好，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再见吧。我家朋友800块钱还给他4块银元，他嫌弃的不得了。哎，你给他看看这是不是假的？这一点都不假，这4块元大头这一眼开门，而且这笔面这都是老财宝奖啊！借800块钱还他4块银元，你这图的啥呀？那图事儿呗。这银元不是我的。搁哪来的？上一次我去走亲戚，90多岁的大娘给我的。那200块钱的礼钱还回来的呗。那这200块钱的礼钱还回来了，你也不应该跟那朋友抵债啊！这多亏恁这个朋友不识货。虽然说你这4块银元啊都是常见的年份，但好歹啊这都是老财宝奖。一般像这种老财啊，平时很难遇到啊。再不济的话，这哪一个也都是26.8克的银子。知道，啥都知道。现在银子便宜的不得了。我那个731都算过了。20多个银子也就是100-200块钱。你这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那你要按银价来算的话，因为银元是9银1铜，它的含银量其实并不纯，按银价折算的话才100露头，所以你较真儿的话，这4块银元变现银子的话，可能还不够还人家800块钱了。这不完全是银子，这基本上是银元的。那是，好歹还完整无虚。对。谁知道我朋友不识货？他不识货对你来说未必就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吧？如果他识货的话，就直接给你留下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玩银元。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啊，这偶然你给他4块银元，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啊。可像你说出来他拿到手里第一感觉就满脸的嫌弃。他就认为这几块银元颜色不正，说是假的。颜色不正，那是他不懂，他的说辞而已。这种银元你看发黑泛黄是他的将财宝奖，一眼开门他认为是假的，那只能说明他啥都不懂，想着对吧？你拿4块假银元去忽悠他了，他就这么认为的。对，但是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啥的，大娘他90多岁人了以后，他不可能骗我。对呀，还说是假银元是不是？对，因为他娘家是地主。那是不是地主不重要，我们看银元啊，只看实物状态，并不听什么故事之类的。就你这4块银元而言，你看这笔面的状态，一眼撒开门。在我们行内，如果你连这种银元的报奖都看不懂，那其他银元都没法玩了。像你这种银元啊，这笔面都是老财，4块啊，虽然说都是冤大头，但他们的报奖这都不一样，都是由内而外自然生成的报奖，也就是我们行内说的这个报奖已经入股。说是报奖入股，但好在你这些报奖并不是那种深坑货，目前来看状态非常完美。只可惜啊，你这4块银元这年份都是常见的，并没有8年或者是带个版之类的，因为冤大头太常见了，没有版，没有稀少年份，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什么大价格。好在笔面报奖无彩类，对吧？仅凭这几块的状态，一块给你1400一个吧。1400一个的话，有这4个不就相当于5600了吗？对呀。真知道这银元这么贵差点7000块钱，我白白送给俺朋友了。对，相当于是1年之间。好在你这个朋友啊，他对银元啥都不懂，不然啊，他不会嫌弃说是假的。你像我们普通人懂银元价值的太少了，但是银元好歹啊，它也是个物件。你欠朋友的钱，你直接还给他钱就行了。我不是要他没用吗？
想着天天在兜里啊，哪一天丢着麻烦了。那是。想着去加工手镯嘞，也没人带，所以就哎，以前确实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现在都没人带了。这些银元啊，都是用来收藏把玩的，你天天装兜里肯定不保险啊。你放家里没事的时候玩玩就行了。价值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几块银元咋处理？我这一个熟人玩不了银元我还是变现吧，变现，然后去买点东西好吃的孝敬我大娘。你这样做就对了。我看来你这个孝敬老人啊，不分年龄大小。哎，我等一会儿给你多给点，好吧？谢谢。没事。这几天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我老爸用退休金买了一块银元。我怎么感觉到他是不是遇到了骗局啊？用退休金买银元能会遇到啥骗局呢？现在这个银元价格很透明啊。我看看啥的吧，贵倒是不贵好像才几千块钱一样因为平时我爸这个人花100块钱他必须得给我报备一下，这下子花好几千。那你这可够孝顺的，这花100还得给你报备，看来你这管老子管得挺严啊。不过请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恁爸买的这个大秦玄三，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那大开门那就是真的就行啊。对，我就把它买到假货，你知道吧？因为他对这些银元啥都不懂。那是年纪也大了，还属于小白那种。其实像这种盒子币还好，你即使看不懂银元真假，你可以打开官网仔细对比细节，它这个细节一致，它就是真币。不过你这个大秦玄三状态还不错，你看币面这都是带一眼开门的包浆，官网非常好对比。你买一块，其实你再出手也赔不了啥钱，因为大秦玄三现在也不贵啊。哎，关键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块银元自从他前天买了之后今天就在这家里说自己发财了说最少能卖70万了。想卖70万，那确实太离谱了。这上了年纪的人啊，其实他和小孩的思想差不多，都有那种一夜暴富的心理，那是捡大漏的这种想法，很不切实际。你想想，这才从别人手里边几千块钱买过来的东西，咋可能一转手就能卖100倍的利润呢？那所以说我今天来请教你这银元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漏捡呢？那是，这银子不是才几块钱一颗吗？对呀，我们常见的银子确实是6、7块钱一颗，但是像这种银元啊，他们都是晚清那时候发行的，那距今已经100多年的时间了，存世量比着以前少很多。你放到现在已经是无机文物了，一块银元你看上面写了26.8克，你看银价的话，对不对？才100多块钱，谁会卖给你呢？所以现在银元它不按重量算，值多少钱啊，都是看它的状态和这个版类。对呀，我相信这几百块钱也卖不住啊。对，但是他几千块钱买的呀，也不至于说一块能卖70万啊，这也太夸张了吧？确实是很夸张。结合着恁爸遇到了这种情况来看啊，极有可能恁爸是遇到网上那个专家骗局了。先说你这个大秦玄三，首先已经入这个公模的盒子了，真假这搁着盒子看啊，完全没问题。大秦玄三啊是属于龙阳3剑客，排名第2的这个中央龙，而你这个你看尾巴已经出匀，是属于深斑龙，深斑、浅斑、带点斑，3个大秦三山斑里边最贵的是带点斑，所以你这个深斑龙啊还是比较常见的。评级盒子啊，你看给的是 XF 45分，XF 就是币面流通过，45分就是它的整体状态没品的意思。你让我看啊，这个大秦玄三，其实首先看呢就是它这个花枝和龙鳞整体状态还不错，符合通过45分的状态。以我看啊，你这个玄三也就大几千块钱的市场价吧。我想着也是啊，那别人7千块钱卖给他，对。肯定这中间要再挣点钱。那是，如果真值70万的话，别人不可能几千块钱卖给他呀。你说的太对了，真值70万的话，别人不会几千块钱卖给你。现在都啥时代了，它不像过去没有手机，能值多少钱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啊？手机上网一查都知道了。那爸应该是受到网上专家的蛊惑了，他们的套路啊，就是提前给你报高价，然后以此骗取你的信任，从中骗取你的各种鉴定位置来了。少则几百几千，有的上万，甚至是几万。可被你说着了。这个月的退休金取出来之后都没有交给我，还说过几天准备外出一趟。
我感觉这里边绝对有问题。那确实是有问题。按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是尽量防止他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儿。明知道是骗局，再给别人去送钱花，真不值当了。况且老年人攒钱也不容易，你还是回去好好的劝劝他，及时止损，这才是你最重要做的事儿。哎，回去我给他好好的说说。对，给他说说，给他说说。我一个农村老婆子的啊，我有几十块银元，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哎呀，大爷，你这些银元真假就不用看了吧？这包浆，这都是百年老财啊，一眼大开门的状态。这银元应该是那家传下来了吧？是的呀，这都是祖上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被俺儿媳妇说这都是假的。可能那儿媳妇不太懂，你这些银元不但不假，而且这状态啊都非常好。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啊，都是那种通货大头，你这可以说是老五彩，哎，个个都是老五彩，味道十足。不但银元不假，而且你这价格啊，要比普通大头还贵嘞。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俺儿媳妇一看，她嫌你脏，这也是真银元说的是又白又亮的，这一看都不是银，又白又亮了呀，那是洗过的银元。你这些银元都是100年前的东西，在我们个人家里边放着，时间长了。它这外边，哎，难免不生包浆。包浆它并不是脏东西，更不存在假。过去啊，也确实有那种老家银元，哎，老家都是军阀用铜做的，和你这个区别很大。俺儿媳妇她堂弟是开寄卖行的，他说的，他堂弟说的这都是假的，准备500块钱一块买走，我没叫他买。大爷，你没卖给他都对了，开寄卖行了呀，一般都能看懂真假。他即使看不懂真假，他也能找那种专业的，哎，帮他看。哎，既然像他说的这银元都是假的，那为什么要加500块钱一个买走嘞？假的肯定是不值钱啊。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我没有叫俺儿媳妇买啊，他对我有意见了。他说假的都当破烂卖。其实那儿媳妇啊，完全是误会你了，完全他堂弟办事太不地道了，真的给你说成假的，这分明啊就是他想低价买走。你这幸亏啊是没卖，真500块钱一个卖掉的话，你都亏太多了。反正俺儿媳妇对我也有意见了。你要说不假，我都常出一口气。你看，管值多少钱一块吧。婆媳之间有误会啊，可以慢慢化解。银元变现那真没法给人要回来了，大概粗略的给你过了一遍。首先啊，像那些值钱的班，比如说曲碧梅啊、落叶啊、大寇啊、8年、9金，我看你这里边通通都没有。这大多数都是3、9、10年，还有23年传样，还有个别的这个占人，这个他们的价格其实和袁大头是一个级别的。不对吧？你刚才不是说了我这银元都是老五彩的吗？不是比那普通大头贵吗？对呀，我刚才是这样说的。你这些都是老五彩的状态，虽然说壁面啊，都不带斑，但是主要是靠它的腌制手法。你像我们普通常见的那个大头通货啊，通货经常在市面上流通，有客有商不说，主要是状态啊，大多数也都很差，再加上壁面没有包浆，所以很难卖上价。不像你这样，你看。这都是老五彩大头，首先壁面包浆很难形成。你看市面上有些是那种用化学药水做出来的，而你这样都是与生俱来的。你这种老彩啊，你看都是从骨子里边生出来的彩。平时不夸张的说，100个大头里边啊才有1、2个，而你这一下子，你看一下拿出来这么多，而且全部都是老五彩，所以啊，我看一块给你1400-1500，这几十块可不少了。对呀，这整整的是40多块的。以前俺孩子小时候的时候，我拿带笼的去加工银手镯，那加工银手镯，而且还用带笼的，那如果都是这种老五彩状态的话，那太奢侈了。本身带五彩的大头啊就已经很贵了，带五彩的笼样更贵。不过以前啊都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那要照你这样说，俺儿媳妇她也不相信我管卖那些钱。该说我故意黑的比较对了。你说的对，1400啊，比着500啊，你算算，他家一个错将近1000，这一下子就错了好几万。你说出去啊，恐怕那儿媳妇不信。不过你拿着钱啊，更有说服力一点。我看你这年纪也不小了，留着钱啊，不一定对吧？哪个地方都用着了，别一下子全部都给那儿媳妇了，行不行？行，我70多了，我手里也都得放点钱。留着钱啊，不一定哪个地方都用着了。比一下子全部给孩子强太多了，是不是？是的呀。你给我现金，我用多少我拿多少。省的他当面他嫌弃我了。对，你说的对。我这手边了稍微，
收回来一堆小硬币。我随便拿过来几十个，你帮我看看是真的假的。哎呀，慢点，你这可不是啥小硬币啊！你看这上面写了有字，东三省宣统元宝，这是正儿八经的东三省二角银行，这一眼开门，这都是真的。我这是回收一个年轻人了呀。买来的是1分2分的硬币，我按铝价收回来的，1斤30，总共收了10来斤，这是从里面挑出来的。那你按铝价收来的话，那你这是捡个大漏啊！目测你这得好几十个了，这数量多是一个点，而且这品相各方面，我看还都不错啊。这包浆看起来这都是深坑带彩，而且一下子挑出来这么多，你这说了我都想去收破烂去了。我收回来之后我加了个小火枪。我这火烧一下之后整体发黑。我这不以为是铜的吗？那你发黑都对了。这种小银号其实和银元是一样的，含银量都是9银1铜。我们在家里边你烧化之后通常都会发黑。它不像那种99银你烧化之后它会变成白色。这号了你一晚上烧了它干啥？我就有点好奇嘛，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材质的。我听别人说有时候收回来能揭露，万一是黄金的就赚大发了。黄金绝对不会，这个因为黄金的颜色发黄，而且重量比这个重。你看这壁面有点泛黄是咋回事吧？这是因为这个银毫里边含了有铜，它这个氧化之后它生成了包浆，所以并不是什么黄金。这是黄金，这还了得？主要卖给我的这个分米这个年轻人嘛，他也没有社会经验。那是，他说收拾家老房子里，这都是他爷以前留下来的。那我也看出来了，卖给你这东西的年轻人确实没啥经验，不然也不会把这些银号，你想想当破烂卖。不管怎么说，反正你这一次算捡个大漏。那既然你说是银子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电子秤有啊。你带过来这，我带过来这几十个是吧？你帮我称一下重量，把银子卖给你吧。那你看人家卖，那你也太亏了吧？你别看你这是收破烂收过来了，就你这些状态，你看品相包括包浆这都不错，银子一颗这才6、7块钱，你这一把我给你按1斤来算吧，2、3千块钱已经了不得了。但是银号你可不要看它个头小人家说这苍蝇还有肉嘞，你这保存品相保存那么好，说实话这很不容易我看你这都是清一色的东三省2角银号，这包浆的话属于深坑带彩状态。深坑有一个特点，就是壁面包浆锈不大，而且个个都带彩，这种彩平时很难遇到。一般像这种2角东三省银号发行量大一些，但是这个如果是银元的话，一个都好几万了。你这整体状态不错我这给你初步看了一下，你这确实也没有残次品，你包括每一块龙鳞，你这细看的话，你看都保存的非常完好。就你这些我给你初步估计的一个300块钱以上。300块钱一个？对呀。那一大把也不少值钱呢。那是的，按个数。本来我朋友说要10来个玩玩的，这一看我真不能给他了。那确实，朋友之间赠与得看你们之间的感情。这10来个，咱说句不好听的，这都小几天了。你按照咱这现在来算，这顶一个月的工资了。反正这你看，你要是想送给他，那关系不错，你可以送给他。反正是捡漏来了嘛。那幸亏是遇到你了，不然我都全烧化成炼成银子了。这一算账，还真不少挣钱来着。那确实不少挣钱。那你真正的把这些东西你烧化之后，它就是废银子一堆。你想想，银子就几块钱一颗，1斤银子几千块钱，你这不嫌，这几十个能卖2万多了。这谁也搁不住这数量多。你看这咋处理？那我还是拿回去吧。拿回去。反正是捡漏来的。对，给孩子当个传家宝吧。你说的太对了，你还收起来，我等一会儿给你找点那个包装盒，省了膜了，给孩子当传家宝也好保存。好，谢谢。没事。我500块钱买俺朋友5块银锭，这拿回家这都说是假的。你赶紧帮我看看，这是铝还是铜我看你拿的这都是过去的碎银子，看顶面的颜色也不是铝，也不是铜。我看看这样的。我这一次捡便宜可捡趴板了。这500块钱给我1个月的生活费。这要是赔了我可真得喝西北风了。没你想的这么悲观，我看你这些银锭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就凭它外边的这种老包浆，这一看就是过去的老锄锭。你可别给我开玩笑我这去金店找人问了，人家老板都不屑一顾，连烧都没烧，他都说这是假的。
这不用烧，这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你去那个金店，只能说明那老板他不识货。像这种速定啊，你看它上面没有刺口，这种包浆它就像银元的罐装一样。你看，尤其是它这个底部，你看发黑，这说明银子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下受潮引起的。那可被你说了，这些银锭啊，就是俺朋友在河边钓鱼的时候挖出来的。我100一个，买了5个。钓鱼的时候挖出来就对了，因为河边它有水汽嘛。你像这种银锭含银量在99%以上，它没有其他的杂质，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下，它就容易发黑。但是说实话，这100一个买回来并不吃亏啊。你按银价算，这也能赚个大便宜啊。我刚开始也是想赚大便宜，但是回到家里面，俺爸说这绝对不是银子，他说的不是铝就是白铜。这个我咋给你解释嘞？我们普通人对银子和铝啊分不清很正常。首先，铝发污，重量比较轻，而你这些钉子，你看外边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包浆，所以不是铝。白铜也更不是，白铜融化之后啊，它没有银子稳定，尤其是倒模之后，它这个底部蜂窝啊。包括它这个中间，它没有这种螺纹，没有这么自然，这是最根本的区别。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我这5个能不能卖1-2千块钱嘞？反正我的是期望不高，保本都行，只要不赔钱也行。我看你这是被别人说成假了呀，给吓怕了。对，我想给你吃个定心丸吧。这个够本是不可能的，高出你本钱的几倍吧。我就这样给你算吧。即使你这个按现在的这些银价。因为这段时间银子涨得比较猛，你说这个5个，但是个头大小区别很大。你像这种个头大的，这个是5两的，好歹这个都是100多克的。这个中不溜的，这属于3两的，也有100克。包括这种小一点的，这个是2两的，你看有那么重，也得60多克左右。加在一起啊，你这5个得1斤多了。就目前光按银价算的话，也得3-4千了吧？呀。那30天也行啊，只要不赔钱就行。我这几天在家里沙发了，便宜没捡着，赔钱就搞笑了。那你先别着急，刚才啊只是给你按银价来算的，但是你这好歹啊品相还不错，虽说是速定，但好歹也是明清时期的这个物件，也算古董了。你搁现在来说是无机文物，肯定是不能单纯的按银价来算了，就给你按通货银锭来算嘛。目前来看15块钱一颗。这有多少重量，咱能按多少重量去称？乖嘞，那照你这么算的话，这一堆差不多值个1万出头了。那有，我那朋友家里还有，马上啊，我再去找他再弄几个去。那如果是一批挖出来的可以，就怕那朋友给你弄点白铜、铝之类的，那就没啥意思了。所以你要想买的话，你最好是先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为好。应该是一批，当时他也认为是铝的，反正他不懂。我拿着这些过去，给他长得不一样，我不要就是了。这种对比法也行。我觉得啊，你这500拨1万，这盈利已经超过20倍的利润了。看在这个朋友的份儿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少再给他加点钱，别弄了朋友以后知道行情了，对吧？弄了不得劲。你不懂，我给他加多少钱都不合适你就别管了谢谢你的鉴定没事，谢谢，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板，听说现在银子涨价了我这有一个银锭子，你帮我看看值不值1万？1万？你这卖东西咋真没底气？这好歹这还是50两的商定啊，而且还是道光年间的呀。不管他什么年间的，我不懂。我现在都是主要着急用钱买辆2手车的。实在不行，9000俺还给你。你这说话越来越离谱了哈！你再着急用钱也不能乱卖啊。我看你这个制口落款非常清晰，用行内话来说就是全身打，而且道光的钉子非常少见，它这个蜂窝看着非常自然，而且它这个翅膀你看非常匀称。这顶面一眼开门的东西，你这戏剧性的从1万降到9000，这是咋回事？不是，我刚才去金店先问了，问家，他们说这种银锭含银量不纯，都按80%的含银量，他只给我了8000块钱。那你这个参考价有点可笑，这种银锭的含银量还真不是80%。你像银元之所以是9银1铜，它是为了防止这个磨损，而过去的银锭啊，无论大小，它通通都是雪花银，雪花银的含银量都能达到99%以上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他们忽悠我了。那是的，那少1万我还真不能卖，因为这个银锭有2斤多重嘞。哎呀，你这连重量都没有搞清楚。
自然这个钱啊你也算不清楚。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它都有标准的重量的。过去1斤是16两，50两刚好划到1800多克。像这种银锭啊，它是属于人工浇铸的，重量往往都是高一点，它低一点无所谓。那只能怪金店的秤了。那是最高才达到1000克。那是。反正我也是简单的估算一下，反正银子也不贵。你这说话做事啊太不靠谱了。银子它再便宜，和你这个银锭没任何关系。你现在银锭这好歹也是5级文物啊，即使金店的秤它够标准，难道你还按重量去乘以银价算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东西我看啊，绝对也不是你的啊。你别管是不是我的啊，拿在我手里，我就有决定权。那是。你看看能给多少吧？你说的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只需记住一点，再不是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不知道珍惜。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比我们常见的银元少多了。你看过去的兑换比例，就这一个50两的银锭，最少能换70块以上的银元。你就按普通的袁大头，现在70块也得好几万了。就说你这个钉子的状态吧，首先道光年间的钉子搁平时非常少见，而且你这个字口又属于全身打，尤其是文水线这几个字，你看几乎没什么磨损，所以像这种字口的钉子比较少见。另外你看它这个翅膀比较匀称，钉子的好歹和这个翅膀字口关系比较大，因为翅膀在做的时候啊很难做出匀称的样子，而且它这个底部蜂窝也非常自然，加上定面包浆也非常舒服，所以整体看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你这个没有过14、15万还真买不来。乖了，我这个银锭子一下子能值那么多钱？对啊，这简直超出我的预算了。我姐夫哥太抠了，有这么贵重的东西，抠到连1万块钱都不借给我。他再抠再不借给你钱，你也不能拿他的银锭出来变现。你这犯了俩错误。第一个，你不懂装懂，想贱卖银锭，幸亏是你没卖掉。第二个，你擅自拿那姐夫哥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这种行为啊，算是犯了大忌。这有啥大忌不大忌的？我亲姐夫哥又不是外人。我看你给的价格这么实在，那东西都留到你这里吧。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去找别人借钱，你得拿出你的诚意。姐夫哥再是自己的亲人，你也得商量着来。何况这50两的银锭，他又不是仨瓜俩枣。我劝你啊，还是跟那姐夫哥拿去。哎呀，你这个人的嘴啊也真溜。我听着这感觉也有点道理，是吧？那我先给他拿回去，对让他看看咋说。对，谢谢你啊。没事。我这做梦都没想到，这家里盖房子盖出来泼天富贵，竟然在俺老宅子里面挖出来几十斤古钱币。我看你拿过来的这些古钱币啊，个头都不大，几十斤的话，应该是能发一笔意外小财。来，我看看是啥来。什么叫意外小财？啊，你这连东西都没有看，你这可不能信口吃话。俺嫂子说了，这一个10来万。10来万，这很明显有点夸张了吧？因为你这些都是铜钱铜板啊，虽然说从这个年份上来看比较久远，但是你这些啊都是比较常见的东西。哪里常见了？我没盖房子之前，俺家里边一个都没有。这一次啊，是挖到前脚了才这么多嘞。挖到过去的前脚。对，这个家里边没有啊，有可能是过去啊，咋说都弄丢了。这个前脚和恁的房子咋管会有关系嘞？因为一般过去的前脚啊，像这种，你看宋钱，还有北齐嘞，这时间可长了，包括这个晚清的这个铜板，民国的铜板。这都不是在一个系列的，都不在一个时代，这前脚咋回事？俺奶奶说过，房子底下有前脚，我才要这个房子嘞。挖出来之后啊，我又分给俺嫂子10斤，她说一个能卖10来万。一个10来万的这个价格不可能。你这些在过去啊都是铜钱，包括北齐的，还有宋钱，包括这个民国还有晚清的。在过去这些量非常大，毕竟也不是啥大钱，真正值钱的还是真金白银，所以说你这些也不值啥钱。这次5.1，俺嫂子都去卖了，现在还没有回来嘞，我比他的多，肯定身价过千万。过千万，你说实话，我都有点想可笑。这如果说一个值10万的话，你像那些黄金啊，对吧？银锭啊。对吧？你让人家咋说嘞？再说，
你去找人家专家卖，现在是一个啥结果啊？对吧？现在5一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啥结果啊？啥结果？我给他已经打过电话了，他说了呀，那专家5一去国外旅游去了，旅游回来，都给他已经出价，看了仔细看完之后，才能定最后的价。我听明白了，这个专家啊，网上专家一个估10万，那嫂子绝对是遇到骗局了。我给你简单的讲一讲，你这里边最贵的，其实啊，像你这种长平屋主啊，就像这种字口好的，因为它是北齐的钱。就是放到现在字口好了，也就一个几十块钱。你看这里边有糊住了，这包括这，因为时间长了，这锈啊，通都生铝锈了。这种说实话也就10来块钱。你说你这10万一个，是不是？它肯定是骗局啊。另外，像你这些送钱，这送钱字口都很一般，品相也很一般，这我们都是按斤收的。我给你毫不夸张的估，这一个也就1、2块钱，包括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铜板，民国的也好，晚清的也好，这都几块钱一个，对不对？你这我看应该是一亚拿过来一些样品吧？对。哎，你这一亚拿过来一些样品，你看价格都不等，包括这所有的给你平均一下，一个也就花到10来块钱。不可能，老板。这俺嫂子在那等那专家，那专家都说了，照片不是给他发过去了吗？我明白。买家都已经联系好了，都等他回来见面交易了。我跟你说，这个专家的骗局就是让你带着东西过去找他们，他们给你估高价。你说实话，这现在得有人买单啊，谁去会买这些单呢？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比较常见，包括最贵的长平屋主啊，这才几十块钱一个，像这些铜钱铜板，这都稀烂便宜。哎，你说你能卖10万一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跟你说，我因为俺上次来吧，都是因为离得近。对。我实在是不想去外地了，反正俺嫂子价格已经打听了，我想着在咱这卖不是方便一点吗？你这个想法是很没错，关键是这铜钱铜板没有行情，不像你想的10万一个。哎，你这个我感觉啊，你跟那嫂子尽量啊避开这些专家，给你再到实体店多问多转转，到时候你都知道这个行情价了。哎，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得去找俺嫂子去，不能少卖了。谢谢你，老板。多问吧。我这有一块宣统的老银元，这个是从俺儿时包里边翻出来的。据听说这块银元能值800万。道听途说不可信，不过我看你这确实不是一般的云南老龙，比常见的云南老龙多了。你看“庚戌春季”这4个字，确实是一块样币。我都计划好了，准备让俺儿子明天就转学，省得有人打这一块银元的主意，价钱合适都给你留着。说实话，像这种庚戌年份带季节的样币，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像常见的云南老龙啊，虽然说有点贵，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它不至于是样币。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币面多少都有包浆了，怎么会出现在恁儿的书包里边啊？俺儿说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带学校去的，反正就是在大门口地上捡的。这地上捡到的东西，谁捡到是谁的。那你说的也是这个理。一般我们个人在路上捡到的东西啊，只要没有人要，那大概率都是据为己有了。而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这个银元真能值800万的话，这就得另外一说了。毕竟现在家里边的孩子，对吧？他心里边就像白纸一样，干净的很。和孩子一丁点关系都没有。这800万的价格是我从网上的专家评估的。我不告诉他，我儿子啥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网上专家他们估的价不靠谱，往往都是带有那种目的性的。我劝你啊，还是谨慎，不必当真。就单看你这个银元啊，也完全没必要，对吧？给孩子专门去转学。你想想，人家才丢一块800万的银元，你这立马都转走了，这不是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吗？掉银元的那个家长在群里边也喊话了，说这块银元是他朋友的，也不值什么钱，说谁捡到的话最好是返给他。那这就对号入座了，人家说的很清楚，这个银元是他朋友的，确实不值啥钱，可能他也不想因为这个银元欠朋友一个人情，所以并非像网上专家估了什么800万。我建议你还是还给人家为妥。切，我又不是慈善家。是。到好不容易到手的800万，一辈子说不定就这一次发财的机会了。再说人家都说不值钱了。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这有点小题大做了。你像我们个人谁不丢点东西？关键是价值800万的样币，如果真丢的话，别人对吧也肯定报警了，
再说样壁它的存世量极少，是以个为单位的，200%会批你入盒，有一个保障，而不像你拿过来了，它就是一块裸壁。像这种裸壁啊，交地上之后啊，磕碰是很常见的事，你摔一下碰一下，有可能几十万，它都没了。虽然说我们没直接接触过这种样壁，即使有，别人也不会像咱俩这样，对吧？光着手，拿来拿去的。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啊，它这个包浆啊并不老，整体看上去有点漏贼光。大多数这种包浆都是做旧做出来的，压力的话很明显看上去不太自然，尤其是它这个边齿丝毫没什么变化，一圈下来整体归一，我看啊应该是一块真心假币。不可能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专家为什么告诉我他值800万呢？赔钱的买卖，你说谁会去做呢？人家只是给你报一个虚高的价钱，并没有实际付钱买走。我告诉你啊，这种庚戌纯吉为什么能值800万？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样币，存世量极少；第二个就是它唯一一款带时间点的银元。庚戌是宣统2年，春季就是春天铸造的意思，所以说啊才值这个价。但是专家给你报这个价，很明显和你这个银元对号入不了数。对呀，本来就是值800万的东西，而你却说是假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一点也不矛盾。我说你这个银元是假的，我让专家给你估800万，他们是想收取你后续的费用，而你又啥都不懂，一心又想着发大财，对吧？你给孩子来回转学也是瞎折腾，到最后你这银元也卖不上价，你净让人看笑话。来，银元你给我吧，我看你这是撒谎也帮不上，你这是嘲讽我的是吧？没有。俺家就算8块老银元，俺爸妈一下子都给俺弟了。你说这价值800万的东西，凭啥都给他不给我？8块银元800万，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传下来的可没有这么贵的，这相当于1块100万了。来，我先看看啥来。我刚开始也以为不值啥钱，谁知道俺老公他一查1块100万，这俺爸妈也太偏心了。你先别着急，我来帮你看看这几块银元的种类。你这是1块袁大头，然后剩下是7块传样。这银元我们平时都比较常见啊，这里边可没有价值100万的币种啊。你不要给我找了一下结论，你帮我仔细看看，人家都出到100万一个，我不跟你瞎说。我看出来了，你这是对银元不懂。100万的银元可不是长你这个样子。你看其中这1块袁大头，它虽然说不是普通的，它是一块酒精嘛。另外这几块传样，22年、23年这都有。即使这7块都是21年嘞，这也不过100万啊！你可别听别人瞎估价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吧。我爸妈一直说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不是理由啊。那是的。那你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因为现在又不是过去封建时代了，男孩女孩都得一样看待。你这分家是吧？你分8块银元，假如父母生个病闹个灾似的，对吧？你到时候你肯定你也得有啥事吧？可被你说着了这用不着你的时候，啥事都没有；用着你付钱的时候，那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对呀，父母也不是外人，你可以把这事儿给父母全盘说清楚。这不能说掏钱的时候想起你来了，这分钱的时候把你给忘了。你可以给爸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把这8块银元，说实话，这也值不了多少钱，对不对？给恁弟不给你，这很明显的相偏，你不能让别人说闲话。你也别说了，大道理我都懂。对。家务事也不了了，你给我看看这管值多少钱？好，我给你细看一下。先说你这里边的这个大头，你这个大头，这很明显，这一看就是9年金发。你看它的发丝，比较细。9年金发。这个斑虽然说是个斑啊，是大头里边做了最精致的一个斑，但是以你这个状态来看的话，笔面稍微带点光，发丝只能说还行。然后9年金发的现在价格，我个人看也就2000左右吧。这胡扯了吧？不胡扯，这价钱是他现在。你看了一个100万，一个100万，没事，我慢慢的给你看啊。另外就是你这23年的传样。这23年的传样，说实话，这状态确实不错。你看，个个都带低光，但是23年传样发行量比较大，和这个大头价位差不多。这一块的话，能给到1500左右。另外，你这3个是22年，
这22年这3个这都带点老柴，老柴的话比这个普通的这个包浆要贵一些。你这种状态确实是都是酱菜，看着都不错，都比较舒服。目前来给你估的话，1块2500，哎，这就是目前你这8块银元的价位，也就1万多块钱吧。咦，这差距太大了。不靠谱。咋不靠谱？按照人家那个专家鉴定的，1块100万，那个哪离得远，咱这离得近，一个差不多就出入恁这多吧。你这弄嘞？我跟你说实话吧，网上专家啊，他们估的价，这才叫不靠谱嘞。因为啥嘞？因为这像普通的23年，对吧？他能给你估到100万一个，他是有目的嘞，他是后续啊要骗你的各种鉴定费啊，反正是各种费用，哎，你得小心了。我也没有花啥钱，一个给我要200块钱的鉴定费。一个要200块钱的鉴定费，这叫没花啥钱吗？这8个这都收你1600了。你想想，如果说他在外地的话，你再加上你的车费、路费、来回开销，你就再好些钱。啥都不说了你这价钱太不靠谱了，1万多块钱我接受不了。那接受不了，你再找别人看看，建议你多找实体店看看，好吧？咦，这俺爸妈便宜都算了，我上你这来还给价钱不靠谱。那你再站那。